就看一下会不会去做到这样的一种使用。但是你不得不说，狼队真的是非常有魄力，在面到对面赛点的情况底下，掏出了这样的一个英雄，信也是托起了这样的一种信任。感觉像快手这边的话，这把可能把重任交给流浪，然后他会选择到一些带节奏的中单去完成这一分的绝杀。流浪的沈梦溪，流浪的女娲，女娲，包括他的火舞，对的，还有稀释。他的女娲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聊到的快手的一个吃分点啊，看一下这局会不会使用，因为这一局比赛就是 all in 了。对，要去拼一个巅峰对决是狼队这边，快手的话肯定是想直接把比分锁在这个4比2上，所以就什么英雄强拿什么英雄。狼队搬苏烈搬盾山，快手跟上把一样，鲁班大师和大司命一手直接给到道在戈亚。戈亚，其实现在的英雄都是选手的自信之选了，是的，也是道仔这个赛季使用次数最多和胜率比较很高的英雄。世上看一下快手这边肯定是给小雨拿吃叉。先要实现。女娲女娲全拿出来了，都是招牌。狼队这边打女娲是有2手英雄的，一个是火舞，一个是嬴政。感觉狼队可能会拿一手哪吒，对，是的，婉婉的，婉婉的哪吒加上中轴的嬴政或者火舞。火舞，两边现在在这局比赛目前是一个一个翻自己的招牌啊。针尖对麦芒。那么快手的3楼 counter 位，看一下给可能是谁？个裴擒虎或者袁坦。为止戈之道。是的，袁谭袁，坦又能 counter 到火舞，然后对戈亚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对血量的优势，还不错，而且还能在中期的时候对婉婉的野区进行到一定的攻防。没错对。的，强度上是比哪吒在前中期高的。游走都没出，狼队的张良快手是要搬一下的。但我感觉张良这把狼队其实打快手这阵容不好用啊。有个女娲，而且狼队这边没有什么英雄能跟张良接 combo。是的，快手这边搬到了狂铁，想去下狼队前期的一个强度，因为他这把需要拖一下哪吒的发育。感觉快手这边可能还会搬一手孙策，要防青青，自家这边后排也比较怕。对，狼队搬个大乔，拆手袁坦加大乔。现场是有想看巅峰对决的观众朋友，但也一定有不想见到巅峰对决的朋友。现在现场看到观众的反应也好，包括看到镜头当中的子焕也好，子焕今天其实也都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快手这边搬掉的都是青青使用次数最多的一些英雄，包括他的白起狂铁、探边，对，能开的英雄，能够带节奏的英雄。看狼队剩下2个班位，得好好去针对一下无言了。快手毕竟也已经开始搬对抗路，那狼队这边也要搬点对抗路，不能让无言拿到那种打戈亚好用的。无言的话，这把应该会选择一手影或者司空阵，所以是一个狼队直接搬司空阵了。这是一个按现在剩下英雄池来讲，对线又厉害，同时打团又比较好去切戈亚的。对，相对于狼队来说，这把可能更惧怕掉快手这边选择个影，然后去在团中活得太久，然后导致自己的输出不满，而且对自家的 C 位还有一些的威胁。是的，快手是搬了个夏洛特，夏洛特这个英雄的话是可以去跟吃叉还有影去打的。看狼队的班位最后一手怎么选择了，还有3个好用的站边，影、老夫子、曹操，处理掉了曹操。那感觉这一手大概率就是一个影了。还有就是在游走位置上面，这把快手依旧是把游走位置想要尝试做一个counter位。光明
选择了E。交织命运的配上吃叉，整个快手的团战压伤害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像狼队这边的话，可能会选择一手马超，或者说老东皇，东皇打一手保护啊，这个看得像东皇加吕上布，吕布，哇，定战场。而且这个阵容拿出来了以后 ，SK 教练的风格显得格外的鲜明啊。可是这样打的话，快手他5楼是不是有个太乙啊？太乙真人这把确实可以给到一定的容错，但是也会使得快手整体的一个开团手上面比不过狼队。看一下最后给到一声墨子利用自己的手长优势去慢慢配合女娲的矩阵去做消耗也是可以的。对，想用长手阵容打对面这种对强开阵容。狼队这边全是一套技能的，然后像快手这边都是靠着自己手长慢慢打。快手这边这把是需要一定的拉扯空间和能力的，而狼队这边的话，则是需要去打到一个进攻。看到刚刚 SK 教练也是拍了拍青青的肩膀，这一局给到青青玩到的是一手吕布。上一局其实青青的关羽也是有非常亮眼的发挥的，是的，做到很好的团战 combo 链。然后同时的话呢，这一局的吕布他是要承担后期的一个输出大 C 的效果。这把吕布跟东皇之间会比较有画面。东皇先手开到之后，吕布那个大招跳下去，快手如果是想接人的话，是会一起吃的。很难接，所以在这局比赛的话，对于狼队来说，他依旧想要去保留自己在这2局打出来这种进攻状态，不断的尝试和快手打团战的碰撞。而快手这一局的话，则是要更多的先以发育为主。就看2支战队前期的节奏位，谁开的节奏会更好一点。因为2支战队的话，其实这把阵容都是中期阵容。对，狼队这边的这个节奏位的话，前期都在火舞和东皇手里面。快手这里的话就在袁谭手上了。看一下狼队这边的中野节奏能不能够去压住对面整体想要的发育节奏，因为在上一局他们他们的中辅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目前的话，狼队又是一个持续追分的情况。对狼队来说的话，这个赛季其实已经是他们连续第10次晋级到胜者组了。对于狼队这个队伍来说，去年可能大家会对狼队产生一些疑惑，觉得说狼队是不是说能够再重新调整自己整体队伍在 KPL 的一个实力和地位。但在这个赛季，其实狼队的常规赛已经给大家展现了非常强大的能力了，所以这个赛季对于狼队来说，大家也会对他投注更多的期望。而对于快手来说的话呢，还是那句话，他们如果要想再次和队伍一起完成突破，必须要迈过的就是重庆狼队。如果要让他们在所有联盟的队伍当中挑一个对手去让他们完成突破的话，一定只能是重庆狼队。进入到这场比赛，依旧是快手的赛点，而狼队持续的追分。蓝色方重庆狼队，红色方快手。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黄超，我是福山街机柚子。都是让打野去卖状态，然后中路慢慢清线。是的，快手这边选择的是打人，保护压低的血线。下面的资源应该是要给的，服务下来了。女娲选择了一手提速，女娲去帮袁坦刷野区了。对，道仔拿个红隼。上路看到流浪已经想帮无言，直接一闪，一闪很自信，然后哪吒飞过来，完成击杀，第一滴血完完拿到，还没完，流浪可能也走不掉，有后续，因为已经是没有闪现的女娲雷金的想搞自己2夹了一下，护了自己一手，有一个血包会被烫死吗？刚刚好，空血。但是火舞也这个位置给到压力了，知道你这个残血的状态，一闪出手非常果断。这波狼队的配合太好了。他上野的这种沟通的频率啊，然后包括青青的那波出手太自信了。是的，对的。本身在第一波清线上面，无言和青青就是状态对拼了一波，然后无言的状态在打赤甲的时候并不好，所以青青非常果断的一闪，然后把哪吒叫过来一起。一闪的同时，刚好哪吒的飞已经飞过来了。
婉婉其实是牺牲了自己的刷野速率，但在上路打开了这么好的一个节奏，是完全能接受的。前期是一个2比0的开局。这把对快手的女娲压力是非常大的，又要防止哪吒的大招，又要防止火舞的进场，而且又要去打这个消耗。把吕布放到中路来吃一波，是的。然后火舞消耗，对，然后火舞去处理这个影响，要去卡的线。上路来争一手空间之灵，这波是4打4，但是狼队是先把野区刷了过来的，这波快手的速度也差点被拉一下。给到很大威胁，但是侧面的话，女娲是探到了对面上来的东皇。再来炮大闪，直接打到了对面那手东皇，但是火舞这边一手反手的拆火，让吕布大招落地之后击飞了对面2个人，回头一刀直接把医生给留下了，而且婉婉这波还能够丝血撤走，这边的话句号回头2技能再接大招打了一下，我这边开了一个大招想要去回打，但是婉婉这边又是一个2次进场，再收1人，再一次碰撞，狼队再一次获胜。流浪侠传下来保一手，吃了一扇子。对，赶紧走，闪现速度非常快，直接拉开了一个身位，但是子焕给到的压力非常大呀。医生这边刚刚复活，2技能给了一炮，做了一波拆火，女娲跟了一手大招，但是伤害量差一点。波子应该是想来一炮，但是有个劣质卡在他弹道上，炮被这个劣质给挡掉了。上路狼队又是打赢了一波，还反了个红。两边其实都在对抗，但是永远是狼队这边做的会好一点。对的，而且从刚才那个4v4的角度上来讲，快手其实伤害不够的。是的，他的女娲前面的对抗性上是比火舞是差一点的，因为英雄的特性。就感觉到快手他现在确实是稍微有些着急了，他们阵容要更偏拉扯一些，但是狼队现在这种进攻的状态，让快手想去和他接团的。这波4分钟没有办法看，狼队拿到了暴君。狼队这边应该就是收一边野区，然后等下波直接爆你4叶推进，可能就是下波线要打你家红区了。这波刚好戈亚来中路直接打上半图的红区。这是刚才那波的回放，是的，选择主动去开东皇的一波。这波是医生的大闪，直接先开了东皇。但是圆坦那里伤害也没打上去，营也没打，被火舞和吕布2个人给拆火了。是的，火舞和吕布的这个战场分割的能力非常好。这波刚好就是来到了自家的对面的红区。看到正面的位置又打起来了，今天大招落地，但是技能有点交流有点多，这波可能会被快手反打。时差在包过来的路上先清个中线，狼队第一时间选择撤退，很冷静。现在有2000的经济差，医生也是一直盯着狼队这边的视野，因为他们家的 C 位还需要一定的发育时间。看到这一局的预测上面的话，25人看好了重庆狼队，15人看好了 KSG。红 buff 是给到了无言的影，这样的话他在单带上面会更加的有优势。而快手的话，在看视野的过程当中，只要避免被东皇和火舞贴身就行了。但这波狼队应该是要互相的双方都要去解2条线，然后再去这波中路的对抗上进行摩擦。上路的外塔，狼队可以让兵线先去摸一下，互换一个外塔。这波狼队要先管下线了，不是镜像的，现在截下线，然后再去反手打那个快手的红区。想要直接强开找吃叉，后修闪的在路上，这一扇子没中，那就先后撤。进2塔了，而且吃叉也开大招，加了一手移速。是的，这波有技能差，吃叉是没大的这波，在快手的红区会有一波团战的发生。而且下路线狼队也做得很好。对，然后引踢下的话，快手这边就选择了放了最亚红区了，估计就是打打状态了。现在在置换节奏，对于快手来说，现在就是通过这种置换在拖延自己发育的时间。是的，
而狼队的话，就是围绕着各种资源点，想尽办法去和快手打架。这个红是信拿到的，被东皇技能砸掉的。这波快手可能会直接去反打狼队的红局。那戈亚就可以推完上，直接再传一手下路2塔，有上线的压力，快手也不太好去进这个红了。是的，选择了还是拖一下发育，毕竟自家的大河还在。只要女娲的发育不被落下来的话，其实还是能接的。如果一直稳在这个经济差的话，10分钟的时候，快手是可以跟狼队接龙团的。哪吒冲过来，这波戈亚再给个大招，被想撞到了去杀就吃差了，但是正面的话，看一下墨子这边大招是直接框住了对面的一手哪吒，保了一手，道仔是把进场的影给击杀掉了，那感觉狼队想抓住机会反打了。子焕在追墨子这一炮要卖自己去保队友撤退。这波打完以后，这龙团快手就看不了了。刚才那个画面就是婉婉他利用哪吒这个点先冲过去，看到你一个带线靠前的，直接飞过去，然后给一手大招开个视野，然后看到无言的影，他去找道仔戈亚了。道仔第一时间拉开之后，整个河道位置全是狼队的人，快手是没办法再去接这个影的，所以他们回头直接狼队先把这个影给激活掉了。就感觉到狼队他现在整体的一个进攻和回退的位置是保持一种冷静思考的状态在进行的，对的，执行力是比较统一的。但这段时间的话，其实快手也是不断的找机会想去做这种资源的置换。女娲2件套，对的，在这种资源有限的情况底下，快手是把资源倾斜给了双边，优先双边的发育。但无言这个经济应该是龙团补不上来的，他们会先把吃叉这个，把小雨这边经济给抬上来，让他再补一件装备。而青青这里的话，这装备其实已经够了，现阶段打团是完全够用，再加上他们那个打团的逻辑来讲，他只需要现在分割战场就可以了。对，道仔这边也已经3件套，其实像狼队这边的团战的话，其实很明确，婉婉只要飞那个流浪的女娲就可以，或者说飞那个小雨的直上。落地女娲先给一套伤害，把吕布的状态压低。这波状态压低之后，得看中塔后面有没有血包啊。是的，狼队想在近线这波，快手做的是远线。刚好一个血包刷过来，青青吃到了，医生想试着打断没成功。这个河道的掌控权还是全在狼队这里的。视野太好了，这样快手的话，他是抱团挤一边，对他们来说就是中一塔还在，这是可以去做拉扯的一个节点。是的，而且这波双方的射手是有红 buff 的。是的，像叉这边是没有红 buff 的，但是像道仔的戈亚这边是有红 buff 的。如果说快手先拿红 buff 的话，可能会被秒龙。看到了，直接看到吃叉在打红，用哪吒的大招开的视野，狼队要秒这个暴君了。狼队现在是非常果断的，想快手想去换，但来不及，看到了这波，来不及，对面要追，女娲大招先尝试一下。现在主要是在整体的开团能力上面，狼队这种开团能力太强了，他开团点很多，而且都是那种点盯点的那种对位。是的。所以相比之下的话，快手他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去做这种正面找机会的方式。对，快手只有慢慢等女娲的经济，因为等女娲经济上来之后，它的一个消耗才能在下血量方面起到一个非常显著的效果。其实现在流浪他的技能命中率是可以的，但是哪吒已经给到他压裂了，进去了以后兵甲烫了一下，回头一个大招打到了对面的一手戈亚，小雨这个时候侧面开了一个大招进场，想要去追，但是对面直接撤退。哎，这个位置定到了，但是吕布身位也拉开，可以撤走了。这波技能交互可能想让快手想动这条主宰，吕布也没状态，也没大招，但是狼队这个视野没放啊，就是一直在让火舞在消耗，消耗是开不了的。毕竟女娲被打回家了，他们缺少一个前点有力的消耗。那其实流浪他的技能命中率，你看到这一局是非常高的，只是因为他现在经济不高，他装备不够，所以他打不出那个下血量的效果来，还是要等一下女娲的装备。
狼队截个2塔线，截2塔线之后是要直接绕过来开主宰了。这波应该是想压你中2，下面中上打一波，直接盖大，对啊，一个大招逼了一个对面的闪现。女娲大也教过，这个龙可以复活甲穿在身上了。对的，这个龙可以直接开始 run 了，女娲也没大。 上路2塔也是在龙拿之前推掉。人红刺冠，与我共舞。这个时候轮到狼队比较求稳了，但是狼队可能他不着急。是的，就等戈亚先拿个红，拿完红之后，等龙出来以后，他这波龙可以直接放上。没错，这波狼队估计要打凶一点。 因为女娲现在的装备已经快成型了，到后面的话，其实还是快手这边的输出会更高一点。整理一波状态，整理一波线，道仔先卡在了一个前点，想要尝试做一些拉扯。下路是有兵线的，先推一座2塔，马上要刷波线，要截一下。像狼队这边主宰还没放，估计是小压一下，想卡一下那个暴君的底 buff 一起放。 就在了上路这波，哪吒这个位置是可以开先手的，两边都开始变得非常谨慎了起来。但当这个3线到的时候，就是狼队进攻的机会。快手现在必须打出一波完美的控制，去击杀掉对面道仔的戈亚，才有机会把这个比分，去把这个局势扳回来一些。 但狼队现在没有给到什么机会，下路的线控住，直接围绕着戈亚打出了非常不错的消耗。是的，双方的消耗其实都做得非常不错。这波快手守下了3路高地，虽然说一路是4血塔，再拿一条龙，狼队就要考虑打终结了。但是我们看到快手整体的装备啊，已经慢慢做起来了。是的。 再等女娲一件帽子可能会更好一点。子焕想蹲一个踩视野之灵的，有人来，但是两个就算了，不太好先手。继续等住，屏住呼吸，正好掩护道仔清个线。这波有视野之灵。 可以踩掉3线先过来，下路的话已经牵制住了影，上路开始给压力。是的，先压中上，下路已经假塔了。感觉还要再去控一手红。现在双方都不是很着急，快手这边是很想看到这种画面的。哪吒应该会去偷一下。 视差开大了，偷掉一座高地，上路再过来，弹射起步过去，吕布大招直接盖了，但是快手往后拉扯了一波身位，上路的话，狼队是拿完了这一手高地就先行往后撤，但是无言这波烧打的还不错，想要进场吃到了东皇的一手大招，这大招直接被打了出来，回头想要走能走吗？轻轻过去直接一刀带走，回头一技能再来一刀。 把快手所有人的血量压低之后的话，道仔来了，闪现躲了一下对面的控制，想从对面爆了，有一个复活站起来，再不会上队友来下一刀之后，兵线进来，进行3连决胜到手，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连追3分，把比赛拖进巅峰对。